好，同学，请大家翻到新闻英语部分。同学，今天我们必须要讲一个非常严重的主题，是美国的房贷问题。各位，美国这个刺激房贷问题造成它的经济减缓之后，同学，因为你知道美国是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它就是最大的消费市场。那它现在那个地方经济出问题，全世界的经济同学全部跟着它下水。那么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我可以告诉各位，就在这个刺激房贷。它这个刺激房贷啊，同学主要控制在两家这个贷款公司手里，大概至少60-70%以上同学是由这两家所主宰。那现在这两家现在岌岌可危，所以说造成了整个经济乱七八糟，所以源头就是这两家。那现在美国政府准备出手来救这两家。那么好处是，同学，世界的经济呢说不定会好转，但是坏处的就是美国人民必须要买单。所以说底下就这个报道，在老师开始讲解之前，我要先说一个单字，否则同学往底下走不好走。来，所有的同学大家都看我这里来。同学，请大家看这个地方啊，我曾经跟各位讲过一个单字，叫做 mortal， M-O-R-T-A-L。 同学， mortal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单字叫会死亡的？我常常跟大家开玩笑说，摸人家的头是会死亡的。那小朋友那个头软软的，应该摸太大力会死掉，对不对？这个字，同学，事实上重要的字头就来自于 M-O-R-T。 同学，因为 mort 同学是死神的名字，所以说来自于这个字，会死亡的。而待会儿同学一开头，他呀，这个 CNN 的新闻报道就先给你介绍这个字。同学，哪个字啊？就是 more， M-O-R-T-G-A-G-E， mortgage。 同学，这个 mortgage 叫什么东西啊？叫贷款。那有同学说，老师，为什么这个字贷款跟死亡有关？这个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单字，同学，前面的 M-O-R-T 同学跟死亡有关，后面的 G-A-G-E 以后我会教各位，都代表绑在一起的意思。同学，这个最早的时候啊，听说这个故事，同学是发生在希腊时代。就有一个人啊，他去跟放高利贷的人借钱，那高利贷的人就问他说，那你有什么东西给我做抵押？那这个人说，我没有，可是我爸爸很有钱，我爸爸现在已经生重病了，我爸爸挂的时候，我就会得到他的遗产，然后我就可以还你的钱。后来放高利贷的人想一想，这也对，他爸爸真的很有钱，而且他爸爸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因此到时候跑不掉，所以说就借给他了。所以说后来同学变成说，从希腊开始就有这种贷款的方式，就是用你老爸的挂掉了当做担保。因此同学，这个字贷款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用死亡，也就是父亲死亡之后给你的遗产来作为担保。所以说这个字，同学 mortgage 你可以知道叫贷款，而且同学铁定是抵押贷款，对不对？你自己附注一下抵押，也就是说同学，当然现在是真的是有一个房子当抵押了。那这个字最早起源的时候是用父亲死亡之后所得到的遗产来当抵押。好，你如果知道了这种房地产的抵押的单字，那底下你就可以看一看他们这一则报道说这两家公司情况是怎么样，美国政府怎么样出手来救他。来，同学，我们看这则报道。A word to the wise. Mortgage. A loan that's used to pay for the purchase of a piece of property or real estate. The way a mortgage works is that the borrower, the person who's buying the property, gets the mortgage from a business. It could be a bank or an online lender, but a lot of times loans come from a mortgage company like Fannie Mae or Freddie Mac. In fact, those two are the biggest lenders in the U.S., but thanks in part to struggles in the housing market, they ain't doing so well. That's why the government is getting involved.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are two corporations that were in control of many American mortgages. Now the government's in control of them. Here's why.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ere losing money. So what? Don't other corporations lose money and not get government help? Yes, but consider this. These two controlled more than half the mortgages in the U.S. We're talking trillions of dollars in home loans. As many of you know, the U.S. housing market is not in good shape. And if one of these corporations went out of business, the entire economy could have taken a hit. 好，同学，我们来看
我们今天的这一则，他说 USA mortgage problem， 美国来政府拯救这个贷款抵押贷款的问题。同学，他底下就报道 A word to the wise， 他说我给你这些聪明人一个单字叫做 mortgage， 他底下就解释了什么叫 mortgage。 A loan， 同学 loan 自己附注代表借款的意思，但同学要记住啊，这个 loan 不一定有抵押，你刚刚那个 mortgage 保证有抵押啊。It's used to， 他说一个贷款用来支付 purchase 购买一个财产。同学 property 自己附注代表财产的意思 property， 但这个 property 是不可数名词，所以说它用单位词 piece 来表现。Or real estate，real estate 同学两个字画底线，这个叫不动产，好，他说买到前面大概买汽车啊，后面同学买房子啊。好，各位看到底下来 the way 后面省了一个字叫 how， the way 表方法的时候 how 是因为省略。 The way how it works， 它怎么样行得通 is that the borrower， 他说这个借款者 the person who is buying the property， 那个买这个财产的人 get the mortgage from the business， 他说呢，他从某一个企业那里得到了抵押贷款。 It can be the bank or online lender， 可能是一家银行或者一家线上的借款者。同学你也知道，现在美国人已经发展到你在电脑上，同学在网络上你就可以借款了。各位再看 But a lot of times， 但是许多时候，同学 a lot of time，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time 再加 s， time 加了一个 s 哦，再也不翻译作，同学尽量不要翻译作什么时代，因为你如果翻译作时代的话，前面一定要有一个 the times， 没有我就翻译作次数。在许多次数之下，前面省了一个字叫 for。 他说贷款来自于一个 mortgage company， 同学 mortgage 是不是代表抵押贷款，对不对？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抵押贷款公司 like Fannie Mae or Freddy Mac 这两家公司。 In fact, those two are the biggest len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两家是最大的借款者在美国。 But thanks in part to， 同学in part 两个字你把它打括弧，你先不要看 in part 代表一部分。同学 thanks to 同学我们说过是不是？同学好的因为，但是各位你自己看，我告诉各位语言真的在改变当中。在老师这个年代，同学 thanks to 我们的老师都告诉我们说这个就等于因为，但是是好的因为。可是同学你看现代英文这一句，同学 CNN 他们自己写的稿子就是因为坏的事情。你看一部分是因为 thanks to， 因为 struggle 同学这个地方可以翻译成竞争。那么竞争同学在这个房屋市场上的竞争 struggle 代表奋斗，也可以 str 代表拉紧的意思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房屋市场上的竞争，他们 and doing and 同学就是同学要记住啊，反正 be 动词加个 not，be 动词加个 not， 你还要考虑到 is 或者 are， 老美觉得太麻烦，干脆念成 and， 所以说 and 你有记住就是 is not are not， 对，这个地方当然等于 are not， 他们表现并不好。 That's why，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 is getting involved。 同学 get involved 代表牵涉到，也就是同学插手的意思，政府也牵涉到啦。 Fannie Mac and Freddie Mac are two corporations， 这两家公司 that were in control of， 他们控制 many American mortgage， 他控制了很多美国的不动产抵押。 Now the government is in control of them， 现在政府已经开始控制他们啦。 Here's why， 这就是为什么 Fannie Mac and Freddie Mac were losing money， 他们在亏本当中。他说 So what， 同学 So what， 老美经常用这个话，那又怎么样呢？这两家亏钱，那有什么了不起呢？他说 Don't other corporations lose money and not get government help？ 他说难道其他的公司赔钱而政府都没有帮助他吗？各位我觉得这个句子真的是好啊。我告诉各位，我们中文你用肯定句否定句来问的时候，我的答案是不一样，但是英文当中你不要管它的问句，是肯定还是否定，你的答案是肯定你就用 yes， 你的答案是否定就用 no。 所以说他这样问了，他说其他公司赔钱，政府没有救他们吗？ Yes
yes 代表说有救他们，所以说根本没有管到前面句子当中 not。各位要记住这样语法啊。But consider this， 可是你想想这件事啊，他说 these two 这两家控制了超过1半以上的不动产抵押在美国。他说 We're talking about trillion of dollars in home loan。我们在谈的是多少钱？老美很喜欢讲 We're talking， 我们现在在谈的是什么？就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trillion。哎呦我的妈哟！各位 billion billion， 我问大家 billion 是不是叫做10亿？那所以说 trillion 同学是多少？对不起哦，不是千亿哦，再加一个是万亿，叫做兆。同学，我们在讲好几兆的美金，那同学再换成台币，你不敢算了。那么 as many， 同学这个地方 as 翻译的像不像的像。他说就像你们大家所知道的，或者同学你把 as 视为准关系代名词，代替后面整个句子。他说这件事你们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这个房屋市场 is not in good shape。同学 in good shape 三个字画底线，同学代表说情况好。他说啊，美国的房屋市场现在并不好。And if one of these corporation， 如果其中一家公司 went out of business， 同学就是代表说他现在出局啦，也就是他倒啦。The entire 整个 economy 经济，他说 could have taken a hit。同学，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个是什么？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他说有可能，他说就直接接受到了一个 hit。同学接受了一个 hit， 就是代表受到极大的打击。那么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讲，同学，他这个地方啊，假设语气也用的不大好，因为你后面用与过去事实相反假设，你前面 if 子句那个 when 那个字最好是用 had gone。就如果过去其中一家公司出局，那么整个经济当时就遭受到很大的困难。所以说同学大家想一想，美国开始救这两家公司，那房市就会获得拯救，也就代表说同学它不会倒，这两家不会倒，经济就有信心。我可以告诉大家，其中一家任何你拿一家出来，同学就等于我们的三商银、彰银或还有华南银行还有第一银行这三家加起来的100倍。所以同学，台湾如果说这三家银行倒的时候，同学你觉得台湾经济如何？所以说这种公司不可能让它倒，一倒就等于美国要倒了。因此现在同学花这么多钱救它，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我放这一篇也顺便是要增加大家的知识，不要说同学这个虽然身为学生，除了总统 A 钱之外，其他这个一个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不太好。咱们要有国际观，要知道全世界的问题在哪里。我相信在座同学很多人将来一定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你要知道全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来，同学，咱们整个再走一遍。A word to the wise. Mortgage. A loan that's used to pay for the purchase of a piece of property or real estate. The way a mortgage works is that the borrower, the person who's buying the property, gets the mortgage from a business. It could be a bank or an online lender, but a lot of times loans come from a mortgage company like Fannie Mae or Freddie Mac. In fact, those two are the biggest lenders in the U.S., but thanks in part to struggles in the housing market, they ain't doing so well. That's why the government is getting involved.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are two corporations that were in control of many American mortgages. Now the government's in control of them. Here's why.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were losing money. So what? Don't other corporations lose money and not get government help? Yes, but consider this. These two controlled more than half the mortgages in the U.S. We're talking trillions of dollars in home loans. As many of you know, the U.S. housing market is not in good shape. And if one of these corporations went out of business, the entire economy could have taken a hit.